What's up, guys？ 在习惯使用可以换镜头相机的时候，第一个念头呢，就是下一个镜头要买什么。我最早开始使用的搭配的镜头呢，是一颗万用的变焦镜35135，后来呢又入手了50 f1.8，享受大光圈定焦感觉。接下来第三个镜头呢，我选择的是使用腾龙的90 mini， 在当时呢是一个非常划算，同时有高画质的微距拍摄选择。一般镜头在拍摄东西的放大率是有限的，想要把东西拍更大化，往往我们需要借助微距镜头能够近拍的能力。第三颗镜头呢，就会想要找些特殊特化镜头来尝试拍摄，而微距镜呢，往往就是我们选择的标的之一哦。今天我就来快速分享一下，现在手上使用这台 NX300 上面所搭载的60 f2.8 的微距镜头。微距镜头其实拍起来第一个特色呢，都是相当高画质，因为微距的拍摄呢，需要相对像场比较平，而且四周跟中央的差距的画质的感觉差距呢不能太大，以完成一些拍摄需求，比如说翻拍等等的任务。因此微距无弱旅这句话呢，补偿而言呢是成立的哦。而在微距拍摄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注意，首先呢，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光线，因为微距拍摄的时候往往需要靠近被摄体，而这时候光线往往会被自身所阻挡。另外呢，微距拍摄的时候必须要注意足够的快门速度，因为微距拍摄越接近放大率越高的时候，相对而言晃动的幅度越大。第三个呢，微距拍摄的时候要采用手动对焦。手动对焦是微距拍摄的一个宿命之一吧，因为微距拍摄的时候，不管是你是最先进的无反，或者是以前单反呢，它对焦都有可能不是那么灵光，有时候会容易迷焦啊，或是容易对不准。这时候微距使用手动对焦，当你将对焦距离固定之后，你可以前后自身移动来改变距离，来完成合焦任务。这几点呢，如果你有一个很适当的对焦辅助的观景窗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比如说可以改变角度的 EVF， 或者是足够清晰、足够方便的放大辅助对焦，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在拍摄微距的时候，能够很好的完成拍摄任务哦。也因此呢，在拍摄微距上，如果能适当的使用脚架来辅助的话，将会让整个拍摄流程呢有效率，而且成果会更加可以预期的好。在微距的对焦上呢，特别是可以将对焦点缩小的选项一定要打开来，因为这样对焦点越小呢，越能够精细的对焦到我们要注视的细节，所以适当的选取相机最小对焦点来进行对焦，会获得更好成果。微距镜除了拍摄微距之外，也可以把它当成一颗普通的中望远镜头来进行拍摄哦。在微距镜头上呢，我曾经使用过腾龙90 f2.8， 以及 Canon 的百微 USM 版本，以及后来的100 micro IS， 这些都有使用过。这些微距镜不管是拍摄微距功能，或者是执行翻拍，甚至拍摄人物上呢，都是非常万用，非常好用。画质呢，也是每一颗的表现呢，都相当令人满意。后来使用富士系统的时候呢，也使用了初代3剑客的60 mini f2.4， 也用它呢来拍摄相当多的生活随拍以及人物创作等等。不过后来都是因为人物拍摄比较多，因此这些微距好镜头呢都没有留在身边。目前呢，就是这颗60 mini 的微距镜留在身边，来做一些微距任务的拍摄。回到 Samsung 这颗定焦镜，它的特色除了说画质有达标之外呢，重要是60 mini 的焦段在 APS-C 上会变成90，而它的体积控制还可以，并不说非常的巨大。当然跟富士那著名的初代3剑客之一的60 f1.4 比起来，体积还是稍微有些笨重一点。另外呢，就是它的对焦马达使用 SSA， 非常好用的 iFunction 的指令环，加上它的对焦限制可以切换 Full 以及 Limited， 一样可以获得比较快速的合焦范围哦。由于 NX300 上面没有 EVF， 要仰赖它来拍摄呢是相当苦手的。这时候呢，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 LCD 揭幕镜，兼具一点放大功能，其实拍摄上有很多的帮助哦。但是拍摄远景的时候，微距镜它的画质优势就不像近拍的时候那么明显。那究竟对于
一般的变焦镜而言，微距镜它的画质上有什么优势呢？我们就实际的来对比看看。我这边呢使用了 Samsung 的50到200的60端跟60 micro 来做个比较，看两者在光圈相同画质会有什么不同呢 ？Right， 我们现在就实际的将两者来拍同一个物体来比较看看。透过实际对比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大家口中说的微距无弱铝，微距镜的画质优势呢，确实是存在的。它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，在不管是画面的清晰度啊，或是对比，甚至接调上，微距镜的表现呢，都来得更顺眼一点哦。看到这样远方美丽的色彩呢，如果使用微距镜想拍摄细节的时候，焦距不够长，这时候我们就要换到传统的望远变焦镜哦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换到了50到200这样的望远变焦呢，就可以适当的把它的焦距呢拉远，来拍摄更明显的细节。因此呢，我们想要用微距镜把东西放得很大，拍得很清楚的话，主要是控制我们拍摄距离，而非它的焦段。想要把远方放大，还是要使用望远变焦镜头之类的。而微距镜想要拍大呢，我们就必须要能够亲自的靠近，缩短拍摄距离，来进行比较清楚的细节捕捉。因为它也是一支中望远的镜头，因此呢，想要拍摄远方物体也是可以手到擒来。但是想要把它放大，还是要移动你的脚步靠近被摄物哦。使用60这样的小望远呢，就是可以随时随地捕捉身边那一些值得注目的细节。等效90mm的焦段就是这么好用。那如果我们谈到使用微距拍摄的内在驱力是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一种改变场景的能力。我们拍照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就是把场景改造成跟现实相关联，但是是独属于自己的梦幻世界。透过镜头里面元素排列组合呢，去达成自己对于美感、对于自己 idea 里面那美好的 Wonderland 的投射。可是微距呢，在拍摄的时候，它就具备了改变场景加能力，将微小事物放大，以至于形体、颜色、纹理都逐步的凌驾现实之上，而成为梦幻世界的一部分。而专属于自己梦幻世界的那一部分，就很容易可以在微距世界里面再被我们重组，将很多有趣的想象空间投射在我们的影像中。如果拿 micro 镜、微距镜来拍摄远方物体，比如说月亮，效果会怎样呢 ？Let's find out。果然，如果是要拍摄月亮这种题材的话，60 mm 拍起来还是比较小，但是它的画质还是能够非常精确的反映出月球的质感哦。而拍摄月亮，如果我们使用一颗真正的长焦镜来拍摄的话，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呢？我们现在马上来示范一下。如果我们使用50、200来拍摄月亮，这时候能呈现出来的画面呢是长这样子的。虽然使用 micro 镜头来拍摄夜景呢，是拍不出星芒的，即便光圈缩得很小也是一样。但是这种定焦镜拍摄夜景的时候，依然能够拍出非常细腻而深沉的色调，这也是它微距性高画质的另一项证明哦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样的微距镜跟望远变焦镜拍摄夜景有什么区别吧。
Alright, hope you enjoy the content. Let's get a better shot. See you. Bye.